哎呀，大胖媳妇和他妈在成都干起来了。You don't eat anything. If it wasn't a watermelon, you'll die. Too spicy. Jamie, Steven, Mulholland, that's enough. 完了，你奶你爸干起来了。这特不错。温蒂中国行第2站，我们来到了成都。温蒂他们仨吧，就非常非常挑食。我说你们这样来成都可有点遭罪。温蒂说我不挑食，我只是有些东西不喜欢吃。我说你不喜欢吃啥呀？他说我不喜欢吃动物的血、动物的内脏，除了土豆以外，所有的蔬菜、葱花、香菜等配料，以及所有辣的东西。结果到了成都，第一道菜毛血旺。怎么说呢？刚才温蒂说的今生所恨，尽收眼底了，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吧，只能说是应有尽有。他问我张彩明，你说实话，这菜是不是临时发明出来针对我的？他说动物中他只爱吃鸡，我让厨师辣子鸡做个微辣，但上来还是这样的。温迪问为什么只有辣没有鸡，我说有鸡不太辣，他说太辣没有鸡。我跟外国人关于辣子鸡陷入了无稽之谈，这就导致来到成都之后，他们仨啥也吃不了。我们一起吃完饭，大胖媳妇老得领着他妈再去买鸡块、薯条、土豆泥。然后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乐山大佛景区，去的时候吧还挺开心，背了一大包东西，怕孩子饿着晒着，想的可周全。但是吃午饭的时候就爆发矛盾了，景区附近吧全都是川菜，大胖媳妇还特意给他们点了个西红柿炒鸡蛋和京酱肉丝，但是温迪他们依然觉得辣，吃不了。我还问我说你怎么定义辣呀？微辣、麻辣、变态辣哪个算辣？温迪说我觉得蒜末、葱花、黑胡椒等算辣。于是12个人一桌，仨不吃，本来就挤，气氛十分尴尬。我不要听你们都打桌吧，打桌吧。温迪就问大胖媳妇你就不能给我们找点我们能吃的吗？大胖媳妇说我特意给你点的菜，那2岁男婴和坐月子的都能吃，你咋不能吃？再说就因为你们所有人来到四川，放着川菜吃不了，去快餐店陪你们站着挖土豆的，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？母亲。然后温迪就生气了，哎妈，乐山大佛都没有化解俩人的矛盾呢，完生气了，他俩像没事似的，我有点着急，我好像总觉得就是毕竟是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作为主人我有点上火。大胖媳妇说这有啥上火的？你当年去加拿大的时候，那些加拿大人请你吃的糊土豆子、炸土豆子、烤土豆子等加拿大菜的时候，你也没有预期说那不行，我到这儿别人得领我去吃中餐，得吃小鸡炖蘑菇。我一听我说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他们不适应也不是我的问题，我也不上火了，不管。然后过了几个小时，温迪就有点忍不住了，就主动来跟大胖媳妇示弱了。我并不是一个刁钻的人，只是从土豆子到毛血旺，我也需要一点时间。我跟大胖媳妇说，这折腾一天，其实你妈也挺用心，给全家带的这理肤泉 B5 修复霜太准确了，晒红脱皮问题修复的又快又好，没有酒精，像扎铁脸上这样厚厚敷一层，15分钟后擦干净就行，脸上身上都能用，在家出门都备着，像敏感、泛红、干燥、起皮等等皮肤突发问题都能用。娘俩暂时算是破冰了。然后我发现温蒂他们挑食这个问题哈，其实也好治，就跟小孩似的，他不吃你就饿着他，你别心软，2顿饭之间别给零嘴，饿到位了自己就好。果不其然，下午3点33分许，温蒂花3块钱买了个电粉肠，嘴硬说是给孙子买的，其实让他吃，温迪说你也得理解，我们是外国人，我们天生的味觉和中国人就不一样。大胖媳妇指了一下张大铁说也不一定吧。母亲节呀，快到了，我的婆婆温迪居然收到了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儿子送来的礼物。咋回事呢？几个月前，我婆婆大闹加拿大海洋馆，把警察都招来了。是这样的，我婆婆的工作吧，是照顾一些就是大脑生长发育有点迟缓、有障碍的病人。这工作我跟你说，其实是高危工种，那整不好让人吐一口、咬一下子、打一电炮，这事儿都发生过。温迪呢，本来也可以摸鱼，就大家都活着就好，但是他偏不，天天申请拨款，要带着这帮孩子就是要探索世界。有一天就带着其中这2小孩去了海洋馆，这海洋馆呢就有一个水边可以跟小海豹互动的地方，然后旁边啊就有对小夫妻来了就开始拍照，就自拍跟那海豹。他家的小孩就搁旁边那隔水的小矮墙上坐着，让这些夫妻给忘了。那海豹呢就从后边过来，就也挺顽皮，咔嚓就把孩子帽子给薅下去了，孩子也栽水里头去了。幸亏温迪啊手疾眼快，咔给孩子薅回来。孩子薅回来，小两口都没发现到底咋的了，给温迪气的坚决拒绝把孩子归还，就严重怀疑他俩是就拐来的孩子。最后保安经核实说这就是亲爹妈。此案这父母啊不涉及绑架，只是单纯的心大，温迪女士，请你放手吧，毕竟人家海豹都放。这事儿就暂时结束了。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，那俩小两口居然带着孩子找到了温迪家。小两口说就回家想想这事儿挺后怕的，想真心感谢你。这样温迪，你现在就说你喜欢啥，我们应该怎么谢谢你，因为毕竟生命是最昂贵的。温迪寻思说就真的想让我说我急需的呗。小两口说那真的呀。温迪说我十分想再去中国，来回机票6000刀。小两口寻思说要不然咱把孩子给海豹送回去吧，生命也没有那么昂贵，后来呢，温迪还是收到了他们一家人寄来的礼物，这礼物送的绝了。温迪拆的时候看那个形状还有点失望，因为看形状是一本书。他说我现在看书又不挣钱，没文化也不是1天2天的，你给我书干啥？结果一打开是一本 coupon book， 就是一本优惠券宝典。哎，一打开没有知识，每一页都是优惠券，从超市买菜到景区门票，从加油停车到花椒大料，什么买3赠2，满20减3块，琳琅满目。翻开了这本书的温迪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开卷必有益，书中有黄金。读书是可以赚钱的。翻完只有80页，让温迪更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什么叫书到用时
方恨少，书到用时方恨少。那说到这儿，你说温迪为什么对别人咋做父母这个事儿有点强迫症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当年他当单身妈妈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靠谱的人能帮他一把，都不靠谱。一会儿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大胖媳妇能活到今天，就是人间奇迹。那你说这个温迪收到优惠券宝典这个事儿，其实还挺温馨的。母亲节，一个母亲收到了一个素未相识的孩子的礼物，就是因为她原始的母性，她的善良。我其实呢也给我的婆婆温迪还有我妈都准备了礼物，这个兰蔻面霜，春天来了需要滋润，它滋润又不油腻，好吸收。同时我也收到了我的兰蔻礼盒，你看这眼霜、面霜还有精华水都有。虽然这是我反复暗示大胖媳妇她才领悟到的，但是看在她活下来的费劲的份上，就这么地吧。谢谢。回到故事中，那么为什么说大胖媳妇能活下来都是人间奇迹呢？温迪当年单身妈妈的时候，带着大胖媳妇，同时她得打工，打工时候呢就得把儿子放在他妈那，让他妈帮看一下。温迪的妈妈呢贼不靠谱。有一次温迪打完工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发现家里没人，出去一找发现大胖媳妇在门口一个巨大的卡车底下玩呢，那卡车只要一开动，足。还有一次又下班来他妈家接孩子，又没人，发生啥了呢？原来呀，温迪的妹妹和她的对象干起来了。温迪妹妹这个对象呢又是一个情绪极其暴躁的黑社会。温迪他妈呢带着3岁的大胖媳妇就去他家拉架去，温迪赶紧开车过去，一到那个场景啊，他妹妹和他那个黑社会的对象都喝多了，满地都是破酒瓶子、烟头子。他妹妹手里一把刀，他妹夫手里一个大猎枪，一个大枪直接怼脑门子上，俩人搁这对峙呢。然后温迪的妈妈呢就坐在沙发上抽根小烟。哎呀，你们这群疯狂的人，让我拿你们怎么办？大胖媳妇3岁半站在他小姨旁边，对面半米就是他拿着大猎枪神志不清的小姨夫。大胖媳妇手里还捡了一个地上的烟头，啥也不懂，哈喇啷叽搁那。Uncle Michael， 你不崩我呀？你不崩我呀？就这种事儿啊，我听温迪讲老多了，所以你们今天看到的大胖媳妇有时候不太灵光，你们也就理解了。然后你们有时候看到温迪就是母性泛滥，啥事都管，强迫症也就理解了。总之吧，当妈不易，提前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。我的婆婆温迪节目可真多，刚来中国几天开始挑事儿了，开始告状了，强烈表达了她对我们家庭以及中国中老年人的不解。我昨晚回家，我说我爸呢？温迪说我要跟你好好聊一个事儿，你坐下，我怕你承受不了。我寻思我爸咋的了呢？我坐下，他跟我说 Your father 可能是一个隐藏的酗酒者，就刚才拎着5个酒瓶子走了，而且不是一次了，每天晚上就7点45左右拎着一塑料袋酒瓶子就下楼了，15分钟之内还回来，像没事似的。袋子空了，至少5、6瓶酒啊就没了，这瘾挺大呀。我很担心我的哥哥。我说我爸平时没有独酌的毛病啊，是不是让你给整抑郁了？然后我爸回来了，我就问我说你拎酒瓶干啥去了？我爸说我换钱去了，楼下有个店，酒瓶能换钱。温迪听着了，哪个店呢？我爸说这点小钱你就别跟我争了呗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赚了就等于你赚了。温迪说哥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提感情可就伤钱了啊，伤钱了啊！还有个事儿不理解，我爸喜欢烫脚，前2天端着一盆热水到屋就要烫。你们也知道，中国老头呢烫脚水那都直冒烟，我爸呢就很习惯性的把脚往水里沾一下子，呀呀，再拿出来，让温迪看着了，从远处飞奔过来，哥哥我救你，然后啪把手里一杯冰水倒我爸洗脚盆里了。我爸说你干啥呀？温迪说要不是我你就烫脚了。我爸说对呀，要不是你我就烫脚了，歇歇吧你。温迪说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之后每天我爸还是这样，温迪就问大胖媳妇，你的中国岳父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搞巫蛊？你说天天按时按点整个盆，往里撒小红粒儿，整的那样烟雾缭绕的，跟歌剧魅影似的，烫的鼻子不是鼻子，嘴不是嘴，但坚决不让我往里兑凉水。喝汤也是，哎，那个汤吧好不容易凉了，他拿厨房就热，热的吧自己喝不进去嘴，端着就是然后再给吹凉，整的汤都懵了。我本来都凉了，你又给我热了，热完再给我吹凉，挺白热化的这个场面。挑战完我爸，温迪又口出狂言，挑战中国老大爷，跟我爸说我们那里都是很注意这个强身健体的，但是我看北京好像很少看见那种就是练得很好的人。我爸说有的是。温迪说怎么可能？我路过健身房，练得一般。我爸说你路错地方。于是我爸给他带到了一个公园。我爸说温迪，这些苗子都是哥哥。温迪一看，这哪是哥哥，这是哥哥屋啊，哥哥屋啊。我说温迪，我们也在乎身体，就是练的方式跟你们不一样。拿铁将来也是要进哥哥屋的，基础都打好了，喝了大半年多的农运会，体质杠杠的。说到这儿还有个丢人的事儿，我上次去合肥出差，拿铁把奶粉干空罐了。我以为我在合肥跟我在沈阳似的，我以为自己挺火呢。这都能运会大品牌，富含天然 OPO。我知道，我儿子一身腱子肉，我拿它给拿铁冲半年了。奶粉就是冲奶粉的，不可以冲咖啡。距离温迪第一次邂逅公园老苗子已经很久了，但每在任何地方看见苗子，温迪依然觉得唏嘘。晚上给他加拿大俩女儿打电话还说呢，我知道咱们为什么不是体育强国了，咱们的撸铁重点是去哪儿撸，他们的撸铁重点是哪儿有铁，哪里有铁哪里就有哥哥，没有科技全是狠活，咱们肌肉疼喷喷雾，他们肌肉疼创大树。咱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得等爸爸来接回家去喂饭，他们的运动员练完了刷着老年卡接孙子去学珠心算。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拿铁发小在北京。